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如果评选最具传奇色彩的航空母舰，那么一定是美国的企业号航空母舰。它是世界上战绩最强的航空母舰，服役8年时间内，共击沉各类战舰71艘，击落击毁战机911架。它于太平洋战争中9死1生，几乎打满全场，最终全身而退，被日本称为不死幽灵。然而，就是这样一艘功勋卓著的航空母舰，仅仅因为凑不齐200万美元的保存费用，最终难逃被拆解的命运。那么这一切都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还要从上世纪30年代说起。1936年10月3日，在美国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一艘万众瞩目中崭新的航空母舰正式下水。大型舰船下水都会举行致平仪式，企业号航空母舰也不例外。企业号航空母舰的致平仪式由时任美国海军部长夫人克劳德 ·A· 斯旺森女士主持。企业号航空母舰是美国制造的第6艘航空母舰，属于约克城级航空母舰。约克城级航空母舰一共建造了3艘，分别是约克城号、企业号、大黄蜂号。企业号航空母舰的舰长为246.7米，全舰高度43.6米，满载排水量达到了25909吨。最大航速33.65节，在15节的航速下，最大续航力为12500海里，装甲最厚为4.8英寸，约12厘米。防御武器采用8座美国最新式的5英寸38倍镜高频两用炮，4座4连装1.1英寸75倍镜高射炮，24挺勃朗宁 M2.50 口径武器。在服役之初，企业号航空母舰搭乘各种型号的轰炸机、战斗机约80架。后来经过改装，企业号航空母舰搭载的飞机数量最大达到了96架。1938年5月12日，企业号航空母舰宣布入役，不久被编入太平洋舰队，以加利福尼亚圣迭戈港口为母港。1940年5月，美国为了抑制日本向南太平洋扩张，将企业号航空母舰和一批舰船转移到珍珠港海军基地。第2年秋天，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也被转移到了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日军6艘航母携400余架战机偷袭珍珠港，而日军袭击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企业号。幸运的是，原定12月6日回港的企业号航空母舰因遭遇强风耽误航程而幸免被摧毁。当坐镇企业号的特混舰队司令威廉·哈尔西中将得知珍珠港遇袭时，企业号航空母舰正位于珍珠港以西200公里处。威廉·哈尔西中将立刻命舰上 F-4F 战斗机升空戒备，并火速下令赶回珍珠港。32个小时后，当绰号蛮牛、脾气火爆的哈尔西见到珍珠港被袭击的惨烈景象后，暴怒发誓此仇必报。企业号仅用7个小时补充燃料和武器后，立即掉头出海，开启了历时4年的复仇之旅。就在珍珠港遇袭的同一天，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2天之后，在夏威夷北部海域搜索的企业号舰载 SBD 无畏式轰炸机发现了浮上水面、未需电池充电的日本伊-70潜艇，随即投下一枚450公斤重的高伤害武器，准确击中日潜艇，并将其击沉。这不仅是企业号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的首个战绩，也为美国海军打响了太平战争的第1枪。1942年4月8日，企业号前往阿留申群岛，掩护搭载美军陆航 B-25 轰炸机的姊妹舰大黄蜂号，执行美军首次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16架 B-25 轰炸机飞抵日本本土上空，轰炸了包括东京在内的6座城市，共16个军事工业目标。此举不仅是对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复仇行动，也借此提升了美军低落的士气。同时，也让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见识到了美军航空母舰远程打击的实力，随即制定了针对美军航空母舰的进攻中途岛计划，誓要一举歼灭美军太平洋舰队的3艘航空母舰。1942年6月4日，日军出动4艘主力航母，并暗中埋伏7艘战列舰，想要以袭击中途岛的方式吸引位于珍珠港基地的美军航母前来增援，并以暗中埋伏的战列舰将美军航母击沉。殊不知，已经破译了日军密码的美国海军早已做好准备，约克城级航空母舰全员出动，约克城号、企业号、
大黄蜂号埋伏在中途岛东北300公里处，静待日军到来。上午6时，由南云忠一中将指挥的航母机动编队按原计划向中途岛发起了进攻。随后，企业号的轰炸机中队在搜寻南云忠一的航母时，发现了日军的蓝号驱逐舰，并一路尾随，最终发现了日军的航母编队。33架轰炸机立即俯冲而下，4枚炸弹首先命中日军加贺号航空母舰。这艘背负着累累血战，作为日军侵华海军主力，曾轰炸过上海、南京等地的加贺号被彻底炸毁。紧随其后，1枚武器命中日军旗舰赤城号，并穿过甲板。与此同时，17架从约克城号起飞的无畏式轰炸机一举了结了苍龙号航母。短短5分钟之内，日军4大主力航母仅剩下1艘飞龙号，而它也难逃沉没的厄运。下午3点30分，美军轰炸机再次从企业号上起飞，成功将日军最后1艘航母飞龙号击毁。至此，日军4大主力航母全部命丧海底，击毁3艘航母的企业号也一战成名。同年8月份，惨烈无比的瓜岛战役打响。8月24日，日军出动祥鹤号、祥瑞号和龙香号3艘航母，计划歼灭位于东所罗门海域的企业号、大黄蜂号和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然而，由于美军情报失误，导致大黄蜂号被派去加油，只剩下企业号和由巡洋舰改建而成的萨拉托加号航母。下午4点40分，超过30架日军轰炸机冲破美军护航战机防御网，向航空母舰直扑而来。瞬时间，企业号和为其护航的北卡罗纳号战列舰火力全开，虽然一举击沉15架日军轰炸机，但还是在4分钟之后，企业号被一枚重500斤的武器击中。这枚延迟引信的武器穿过企业号3层甲板后，企业号舰体进水并产生倾斜。30秒之后，第2枚武器击中企业号并引起大火。2分钟后，第3枚武器钻进企业号甲板，并砸出3米长的大洞。已经倾斜且无法航行的企业号上，四处都是火光和烟雾。就在日本人以为企业号必死无疑之时，堪称用黑科技的损管队闪亮登场，仅用1个小时就让企业号恢复到了24节航速。重伤的企业号非但没有沉没，竟然还重新开始回收舰载机的工作，随后返回珍珠港维修。然而，这还不是企业号遭受最严重的灾难。2个月之后，在圣克鲁斯海战中，企业号被6枚500斤武器击中，同行的姊妹舰大黄蜂号被击沉。至此，整个太平洋战场，美军仅剩满身伤痕的企业号1艘航母。重伤的企业号带着女造神号维修舰边修边战，并在10月13日的瓜岛海战中击沉日军比瑞号战列舰，外加7艘运输舰。日军3次单方面宣布击沉企业号，但最终随着企业号的再次登场，谣言不攻自破。越战越勇的美国水兵们甚至在甲板上涂上了企业号对抗日本的标语。1943年7月，总计24艘埃塞克斯级航母陆续开始服役，企业号终于得以进行修整和改装。1944年12月25日和1945年4月7日，企业号参与并协助友舰击沉武藏号和大和号战列舰。随着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沉入海底，大炮巨舰的时代就此远去，航空母舰成为汪洋大海上的新任霸主。1945年5月14日，企业号在连续3次被神风特工队 ZS 飞机撞击后离开舰队，返回国内维修。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企业号也因此错过了东京湾的受降仪式。企业号在2战中共击沉军舰71艘，击伤192艘，击落战机911架。这个战绩在整个战事中没有任何军舰可以与之匹敌。1947年2月17日，企业号退役，美国海军部长向总统杜鲁门建议将企业号改建为水上博物馆并永久保存，但在向国内多个州提出捐赠后，都被以维护成本过高为由拒绝。企业号不像战列舰或巡洋舰之类军舰以州名或者城市名字命名，所以没有地方政府愿意花费重金收纳它。1956年10月2日，企业号从海军名册中除籍，准备拆解并出售。企业号老兵组织立即提出抗议，国会则提出要求老兵们在6个月之内筹集200万美元，以支付军舰的保存费用。虽然最终筹款宣告失败，但老兵组织和美国海军达成协议，
将在建的全球第一艘核动力航母命名为企业号。1958年7月1日，企业号以56万1333美元的价格拆解出售。这艘立下累累战功，获得了众多荣誉，包括总统部队嘉奖和海军部队嘉奖这2个重量级奖项，却遭受了重大损失。登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金门战役的失利可谓是影响巨大。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金门战役之后的不到10天，同样是三野的第7兵团21军61师，在舟山群岛的登步岛登陆作战时，同样也损失惨重，国军顽强坚守了阵地，解放军不得不退出战斗，以失败告终。那么这场战役是如何发生的呢？登步岛又称之为登蹦岛，是浙江省著名的岛屿，隶属于浙江省舟山市。登步岛是舟山本岛东南的一座小岛，面积仅14平方公里。登步岛的最高处炮台山海拔182.6米，可以俯瞰整座岛。登步岛的南面是桃花岛，距离桃花岛只有3公里。舟山群岛位于杭州湾外东海，是南北海上交通的要冲，宁沪杭地区的屏障。当时国军十分重视舟山群岛的防御问题，所以在舟山群岛上部署了5个军的特种兵纵队，还有一部分海空军兵力，主要是对上海、杭州地区实行海上封锁。当时驻扎在舟山群岛的国军有4个军、13个师，6万余人，而解放军担任舟山群岛作战的主力是7兵团22军和21军61师，共11个步兵团4万人。从兵力对比来看，解放军总兵力是不占优势的，而且更没有制空权与制海权，这也为后来战役失败埋下了伏笔。当时解放军三野7兵团制定了舟山群岛战役的基本方案，主要是由最后第22军军长孙继先全权指挥攻岛部队，先拿下舟山的外围岛屿，再全力拿下舟山本岛。从前期战况来看，这个作战计划确实起到了作用。从8月18日发起作战到10月18日，解放军就解放了大蟹、金堂、六横、虾市、大小双山和桃花岛等岛屿。随着战斗的顺利深入，解放军有了很大的松懈，以为只要一鼓作气下去就能很快结束战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国军的顽强超乎想象。解放军要想解放舟山群岛，就必须解放登步岛。当时国军舟山防卫司令官石觉将登步岛同侧子山、大猫山一线作为防卫舟山的决战线，并第87军第221师部署到登步岛。为了守住登步岛，国军进行了精神训练。为了防止军内有人变节，还将国军战士3到5个人编成一个组，互相监督，一人投降，其他人也要受到处罚。另外，每个乡保都由部队派指导员1人，与乡长、保长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休息，施行所谓的全民情报、全民警戒、全民动员。丢失桃花岛后，国军第87军221师主力共约4个营的兵力，于10月21日登上了登步岛。师长吴渊明亲率警卫连在岛上指挥作战。221师在登步岛的3个制高点部署了重兵，有居高临下之势，还在滩头做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准备可谓很充分。为了加强滩头防御，舟山防卫司令官石觉还把第80军山炮1连配属给了221师统一指挥。另一方面，在舟山本岛的国军其余部队、空军及附近海面上海军舰艇也都做好了随时支援登步岛守军的准备。反观解放军方面，情况就不尽人意了。他们在攻打桃花岛的战斗中，登陆的船只已经损毁了一部分，部队也有一定的减员。不但如此，新征集船只也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那时已经很难找到完好的船只了。根据当时的天气预测，11月6日以后，当地潮水风向变化不利于渡海作战，所以解放军决定于11月3日发起对登步岛的攻击。实际上，这老天爷的事情还真说不准。就算现在有了天气卫星等高科技的手段，对天气潮汐变化的预测一样会出现偏差。何况当时仅能依靠经验来判断，出现偏差是大概率事件，这在登步岛之战中也得到了验证。67师登步岛作战部署是这样的：182团全部和183团1营共4个营的兵力为主攻部队，
由182团指挥，183团3营和2营1个连则布置在猫山渡口作为预备队，炮营的12门山炮则部署在桃花岛北侧的韭菜山、茅山，作为渡江的炮火支援，以181团作为留守，确保大后方的安全。1949年11月3日下午4点半，解放军炮山部队开始在桃花岛上的韭菜山、大灶山、猫山带向对岸登步岛发动炮击，炮战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国军部署在登步岛南部的第一线阵地遭到袭击，但晚上的登步岛作战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利情况。本来约定于11月3日晚20时发起行动，但因为起渡点在桃花岛的北侧，需要把东西侧的船只调过来，但没有想到的是，调船的过程出现了意外，耽误了2个小时才完成。这样原定的攻击时间不得不延后到22时。天黑之后，解放军驻扎在桃花岛的21军61师182团、183团抽出3个营的兵力，作为第一梯队，乘坐150艘帆船，在炮火和夜幕的掩护下，182团3营、2营的1个半连和183团的1营作为第一梯队，由桃花岛开始渡江登岛战争。由于错过了最佳渡江时间，此时的大海上已经是风雨交加，海浪滔天，船只在海上颠簸起伏，这对登陆作战显然是十分不利的。最开始的时候，解放军61师的进攻势头非常猛，将国军第221师压缩在全岛1/5的狭小地区。3日夜，陈诚致电舟山防卫司令部，绝不可放弃登步岛。4日，解放军61师师长胡伟率领师直属的3个连和182团、183团共8个半连增援赶到，并迅速和岛上的部队会合，向岛上的国军发动进攻。国军也陆续增加到4个团又2个营的兵力，与解放军进行决战。国军还派出 P-47、P-51飞机，每批机6架，不间断地对解放军登陆部队和船只进行轮番轰炸扫射。同时，又以军舰2艘和 B-26轰炸机对桃花岛进行狂轰滥炸，给岛上的解放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此时，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督战，率领太和、永泰、海城等多艘军舰穿梭在桃花岛、登步岛等海域，阻断解放军从海花岛增兵。国民党军67军军长朱志一、国民党军67军67师师长何世统先后率部赶到，双方在炮台山、流水岩等制高点进行惨烈的争夺战。这个时候，解放军登岛部队面临的问题是很严峻的。继续战斗虽然可以和国军拼一个你死我活，但面对源源不断增援的国军，自己有可能全军覆没。但要让解放军做出撤退的决定也是很艰难的。一方面是好不容易打下来的阵地马上就要被国军占领，但不撤退，全军覆没，这是解放军更难以接受的。直到国军67军的一个主力团又抵达了登步岛后，解放军21军61师师长胡伟知道凭借岛上的解放军兵力很难打赢了，立刻召集集团以上干部开会，安排撤退。登步岛战斗，解放军61师未能实现预定计划，伤亡5000余人。同时，此战也直接导致舟山群岛直到1950年5月份才从国军手中让给了解放军。国军全面撤退舟山群岛后，登步岛才得到解放。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解放军作战部队在解决舟山群岛外围之时太过顺利，有轻敌急躁冒进的思想，而这是战争中的大忌。解放军指挥部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没有能够听取61师的战前情况汇报，才导致后面作战的失利。另一方面，作战装备不充足，渡江物资严重缺乏，气象条件又突然生变，61师登陆部队失去了速战速决的机会，加上61师孤军作战缺乏后援，不能及时应对突然战况。要知道，战场形势是瞬息万变的，没有充分的准备，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不打无准备之仗，这句话不是白说的。都是英军仅仅付出了阵亡95人的代价，就成功歼灭了1.4万名日军，让日军不得不认清现实，打消了企图在缅甸负隅顽抗的想法。那么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呢？时间回到1944年5月，这个时候法西斯轴心国的末日已经近在眼前。当时在欧洲，苏联已经把法西斯德国赶出了自己的国境线。
赶回到了战争起始地，盟军也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开始反击。在太平洋，美国也已经占据主动，成功收复了关岛和塞班岛，一举攻破了日军所谓的马里亚纳外环绝对防御圈。而在东南亚地区，日军也陷入了泥潭，因为没有突破印度东部防线，导致他们占领印度全境的妄想变得遥不可及。反倒是一句"日本是食草民族"的口号，让日军前线进攻部队陷入到了缺弹少粮的困境。有近万名官兵由于得不到相应的给养和救护，白白丢了性命。这也加速了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就在这个时候，英军在威廉斯利姆将军的带领下，开始由失败走向胜利，向驻扎在缅甸的日军发动了反击。一直到1945年6月，英军一路势如破竹，攻破日军多条防线，彻底将日军赶出了缅甸仰光，一举挫败了日军想在东南亚地区站稳脚跟的美梦。这个时候，美军在缅甸的形势一片大好，已经在缅甸地区推进了近500公里。最远，他们已经到达了缅甸中部的西塘河谷一带。按照威廉斯利姆将军的想法，他们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将集中精力将日军赶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然后捎带手把盘踞在中南半岛东南地区的日军一举歼灭。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日军第28军的英景省3为了躲避英军的合围，准备将部队撤离到伊洛瓦底江谷地。但当他们逃离到佩古尤马斯山附近的时候，十分意外的与另外一支部队日军第150旅团会合。于是他们决定对英军发动攻击，想要突破英军在西塘河谷的封锁线，这样就可以让突围大部队逃往泰国。英军立马发现了日军的反常举动，见到他们不是想逃离，反而要进行战斗的姿态，已经判断出日军有可能是要进行突围。就是在这个时候，喜出天降，印度一支侦察队在袭击一支日军小分队时，意外缴获了一个文件袋，里面居然是日军的突围计划。喜出望外的印度人立马将这份绝密情报送到英军前线指挥部。英军斯托福德将军在看过日军的计划后，立马命令弗兰克·梅斯维奇将军带领英军第4军围绕到日军的后方，从而堵截住日军的退路，顺便还能来一个围点打援，一雪太平洋战争以来的耻辱。英军第4军团下辖英印军第17印度步兵师、第19印度步兵师、英印军第64旅，是一支参加过欧战由英军和印度精锐组成的部队，个个骁勇善战，悍不畏死。其他2支印度部队也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和实战检验的部队，不像斯利姆河战役中的那些印度军一样水，所以英国指挥官高度信赖他们。这个时候，日军方面还不知道他们突围合作计划已经由英军全面掌控，还是按照作战计划的企图按部就班的推进。日军英景将军还刻意下令突围部队在进入战斗前避免开火，企图用突袭的方式打英军一个措手不及，从而突破英军的围追堵截，然后渡过西塘河。日军英景将军天真的认为，只要对英军进行突袭，日军就可以牺牲小部分人的代价，让大部队跳出英军的包围圈。但是日军英景将军忽略了日军渡河装备的短缺，从而导致他们在渡河时在制作木筏上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贻误了战机，使得他们早就失去了最佳的突围时机。日军的突围战一直拖延到7月3日才正式展开。此时的日军第33军也紧跟着投入了战斗，他们试图协助英景将军的部队突围，但是英军早就严阵以待，还给日本人设下了一个大圈套，故意放日军第33军按计划前进。直到日军进入一片地势较为开阔的地区，他们才开始了真正的反击，用大炮对日军进行了猛烈攻击。英军的炮火让日军33军措手不及，很快就人仰马翻。日军携带的几门宝贵的榴弹炮也被英军摧毁。见到此种状况，日军第33军木村将军知道再不走就有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风险，不得不下令迅速撤离，与幸存官兵一起逃出了英军的包围圈。虽然日军第28军没有等来支援的33军，但日军的第28军英景将军还是决定于7月15日按计划实施突围。可是当攻击开始后，英景发现自己错了，对岸的英军为他和他的几万士兵布置好了一个巨大的斗角场，一个个活动的火力点、坦克车、装甲车，把死亡的阴影投射给了准备渡河的日军第55师团的全体官兵。对岸英军一次次的反突击，造成大量日军伤亡。特意赶来观望的缅甸军队也做好了和日军战斗的准备。
英军还投入了2个坦克中队，希望通过坦克与步兵的协同作战，收拾日军的漏网之鱼。特别是倒霉的日军第55师，碰巧进攻路线正对着英军的装甲部队，直接冲进了英军的火力网。大约1000余名士兵牺牲，其余的只能连爬带滚，鬼哭狼嚎地逃回了林子里。据一位当年参战的老兵的回忆，在他的火力点前，他的机枪就达到了有差不多1000名日军。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日军尸体被西塘河的流水冲到了下游，由于尸体太多，还一度造成下游的堵塞，同时导致西塘河的这一段交战地域的河水上涨。但是所有的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日军指挥官的信心。在看着一波波倒下的同伴尸体之后，攻击并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那种情景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接连几天，日军第55师团就这样在西塘河旁被全部消灭。在55师团刚刚灰飞烟灭后不久，第54师团也赶到了西塘河边，还是一样没有任何的准备，全体就向对岸发起了攻击。结果还是一样的，没有几天，第54师团也全军覆没。对于日军来说，此时面临的战争局面是绝望的。如果渡河，就会被英军的火炮轰进河底喂鱼；如果从公路走，又有印度第19步兵师和英军坦克中队的封锁，而自己所余留的粮食弹药已经不够满足继续作战的需求。许多人甚至依靠吃一些树叶、野菜维持生命，更有很多士兵喝了脏水而上吐下泻。此后不久，日军中开始出现了疾病，许多的士兵因感染疾病无法战斗，等待他们的只有虚弱的去世。比疾病横行更为可怕的是，许多士兵不能行动或者行动缓慢，结果成了英军绝佳的活靶子。英军轰炸机则每天都能将炸弹投在他们的头上，这样日军更为难过。到了7月底的时候，日军已经彻底的陷入了绝望之中，几次突围和解围行动均以失败告终。而英印军中由山地兵组成的猎杀小队不断的在丛林中围捕日军，只有那些向正牌英军投降的家伙才能保住小命，这使得日军的组织度和士气下降到了最低点。许多士兵犹如行尸走肉一般，他们漫无目的的在丛林中游荡，走向死亡终点线。也有一些还没有被绝望逼疯的日军选择了投降。日军此战总共伤亡多达 1.4 万人之多，患病者多达近2000人，而反观英军方面只有95人阵亡，322人负伤，因水土不服和误饮脏水感染病者大约1500人，可以说打出了神乎其神的交换比。此次战役结果之后，日军在中南半岛已经无法继续下去，缅甸地区尚未来得及撤退的日军只有2条路可以走：投降或者稀里糊涂的为他们的天皇尽忠。西塘河湾战役可以说是在太平洋战争中盟军的最后一次战斗，同时也标志着日军全面退出中南半岛的一战。此次战役使得许多日军官兵看清了现实，放弃了继续顽固的想法，而让他们看清现实的正是盟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日军在战斗之前就看清现实，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白白送命。但历史没有假设，日军背负欠下的亚洲人民的血债。41年3月4日，中日双方在南昌附近的上高地区发生了一场激烈会战，国人将其称之为上高会战，日军则将其称之为锦江作战。这场会战是由日军率先挑起的，但最终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兵源充足的装备精良的日军竟然战败了。作为抗战以来我方正面战场上少有的胜仗，这次会战也被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那么这场会战又是因何而起？国军为什么能打赢有备而来的日军呢？1941年初，因为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百团大战取得了不错的战果，震动了日本全军。日军意识到不能对后方的这股力量掉以轻心，于是日军的华北方面军计划着想要攻打中条山，但由于兵力太少，便希望将驻扎在江西南昌的第11军第33师团调往华北作战。当时占领南昌的日军只有33师团、34师团，而赣东、赣西和赣北均有中国军队，尤其是有第9战区薛岳、罗卓英所部这样的强劲对手，南昌日军总是感觉如芒在背，非常不安。因此把33师团调走之前，日军大本营决定从上海调来刚编成不久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补充南昌兵力。33师团调走是在当年4月，
而2月份第20旅团已经到达南昌，这意味着4月之前南昌的日军不减反增，共6.5万人左右。对于34师团团长大贺茂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趁33师团还在，加上20旅团一起干掉威胁最大的19集团军，不然33师团一走，自己独守南昌的日子会很难熬。大贺茂极力劝说十一军司令官原部和一郎发动锦江作战，北路军由第33师团团长樱井省三指挥，自安义武宁直扑奉新一带；中路军由第34师团长大贺茂指挥，兵发西山、大城；南路军由第20混成旅团团长池田直三指挥，从义渡街出发，欲渡锦江，从后背打击上高等地的中国军队，将19集团军压迫在上高地区加以围歼。尽管原部和一郎对大贺茂的方案兴趣不大，但是日军有调出部队走之前必须出击一次的惯例，基于此也就批准了大贺茂的方案。大贺茂雄心勃勃的要立一个大功，在他的策划下，南昌日军倾巢而出，必定能够对中国军队进行一次严重打击，削弱中国军队的力量，让其在短时间内无法与之抗衡。然而大贺茂怎么也不会想到，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是他军人生涯里最狼狈的一次失败。驻扎在江西南昌以西的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收到了日军想要进攻赣西北一带的上高地区的消息，便立刻找顾入同的第3战区要了2个军团，分别是李觉的第70军和刘多全的第49军，再加上上高地区的王耀武军团，也就是引进了美式装备的第74军，总计11个师，约10万人。不是只有日军会制定作战计划，足智多谋的司令官罗卓英也想到了一个对战策略，被称为磁铁战术。整个战术分3步走，首先第1步便是诱敌深入，将敌人引诱进来，再进行第2步，包围敌人，沉重打击，最后再实施一举歼灭。1941年3月15日凌晨，日军北大陆军33师团很快突破第70军预备第9师、第19师的阵地，大举向秦新推进。同一天，南路的第20旅团试图偷渡锦江，但头2次均被我军击退，甚至在飞机的助战之下才渡江成功。王耀武的74军派出51师1个团去增援，在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之下，20旅团被迟滞在红石岭一带难以推进。中路大贺茂的34师团气焰很嚣张，该师团2万多人沿着湘赣公路向西突进，他们不仅想吃掉74军，还想把北路被33师团压迫下来的70军一起吃掉。但34师团这次进攻从一开始就不顺利。34师团还没到高安，就遭遇了170师的猛烈阻击。主阵地上320团的将士们不惧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坚守阵地。该团接到撤退命令时，伤亡已经超过50%。尽管最终没有挡住34师团，但107师的士兵们用苦战迟滞了敌人推进的速度，为友军的展开和部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3月18日，罗卓英下令高安附近的守军撤退，34师团借此机会快速前插到龙团峪，在这里他们将会和他们找到的74军展开一番苦战。74军是当时中央军的精锐部队之一。74军是1937年9月1日在淞沪战场组建，由51师、第57师和58师组成，全军共3.2万人。而在这场战役之中，围歼34师团的关键就在于74军放在正面的2个师能不能顶住34师团的猛攻。如果能够拖住34师团，则给大部分围歼部署争取时间；一旦守不住，34师团攻占上高，或是跳出包围圈，那么之前我们所做的努力就将成为泡影。3月18日晚，74军搜索队和日军前哨部队遭遇，激战由此开始。激战至20日，34师团始终无法突破74军当面阵地。着急的大贺茂指挥部队推到前线，集中大量火炮，并在飞机的支援之下强渡泗水，随后向74军、57师、58师猛攻，双方混战在一起。尽管日军有空中优势，但始终无法突破74军将士用血肉筑起的钢铁长城。打着打着，大贺茂突然发现33师团和第20旅团还没到，这另外2路日军在哪呢？第20旅团一开始就不顺，被74军51师死死堵住。
尽管招来飞机助战，但寸步难行。持续的激战中，20旅团伤亡1000人，更是不知道何时可以突破51师的封锁和34师团会合。而20旅团的迟滞不前，使得34师团的南侧出现了一个口子。33师团就更奇怪了，他们居然不打了，掉头回南昌了。33师团团长长英景省三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驱赶第70军，至于把70军赶到哪里，那他就不管了。再加上33师团马上要调派去华北，于是英景省三就象征性的派出部分兵马去追赶70军，自己带着主力返回南昌。这样一来，原本3路并进的日军就变成了34师团孤军冒进。3月22日，大贺茂终于意识到了一个事实，自己原本准备围歼74军、70军，反而成为了中国军队的围歼对象。34师团周围有明确番号的中国军队就有9个师之多，后路被断，弹药运不上来，伤员下不去，34师团很可能会在上高全军覆没。心急如焚的大贺茂赶忙向原部和一郎求助，原部和一郎立即命令33师团返回救援。日军33师团救援方向是其实预备军第9师的阵地，34师团拼死突围，33师团又突然出现预备第9师后方。预备第9师两面受敌，旁边的19师也同样遭受猛攻。预备第9师师长张传言认为形势对70军不利，于是以副军长的身份下令预备第9师、19师撤退。70军的撤退给这场战斗蒙上了一层阴影。33师团的第215联队就此冲入包围圈和34师团会合，但是围歼34师团仍大有希望。此时74军在正面阻击阵地已全面出击，进展顺利，增援部队也都抵达战场，我军还有机会对日军实施2次包围。3月26日，各部依照罗竹英的命令再次将34师团包围。大贺茂发现第2次包围圈比第1次更为严密，34师团被包围在南北半径不足5公里之地。为了求生的34师团发动了凶狠的攻击，甚至用上了毒气弹。尽管有很多官兵中毒倒下，但74军在王耀武的严令之下，攻势没有减弱半分。74军甚至一度推进到大贺茂指挥部2公里的地方，眼看就要逼全攻于一役。结果这时107师突然撤退了。在战斗最后时刻，107师师长宋英仲声称发现了日军，选择了2次后撤。107师的撤退使得我军左翼出现了空档，58师因此暂停了攻击。结果34师团获得了喘息之机，围合34师团的计划最终落空。34师团向东狂奔而去，最后这场围歼战演变成了一场追击战。34师团虽然冲出重围，但是一路上不断被我军追击，最后狼狈不堪地逃回出发地。33师团也好不到哪里去，原本撤离战场的33师团重新参战之后，一直受到我军的猛烈侧击，山炮队的弹药用尽，全师团经过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重重困难，才于4月2日回到原驻地。此役74军拼死力抗，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4000以上，战功显赫，荣获第1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上高会战是抗战以来少有的胜利之战，毙伤日军1.5万。常凯申给学岳的电报中说，赣北歼敌，举国腾欢。何应钦等人称上高会战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上高会战之后，33师团由于损失过大，推迟了调往华北的时间。第9战区部队也没有再发起进攻，南昌战场进入了一段意外的平静。